擁有8700多間房屋的北京故宮，也有着成百上千個屋頂。因為這邊是明清的皇宮，所以它的配置是頂級的，屋頂的種類也是非常齊全的，幾乎囊括了中國古建築中全部類別的屋頂。所以我們逛完故宮這一個地方，就足以看遍中國古建築中的全部主流屋頂了。今天我們就結合10處故宮的實拍鏡頭，來帶大家認一認這邊的全部屋頂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記得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今天又是穿明制漢服逛故宮的一天。现在我们先从低配的屋頂類型說起來，就從硬山頂開始。它的房屋山面是人字形的磚砌牆，屬於是純粹的剛性結構，所以叫做硬山頂。目前我只在東西六宮區域見過少許此類案例。順便說一句，像故宮這樣的皇家宮殿，高等級的屋頂很好找，低等級的就很難找。像硬山頂就屬於是低等級，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與它級別相近的玄山頂也是如此，只在故宮的東西六宮區域勉強找到少許的玄山頂。這種屋頂兩側山牆的位置各有一處懸空的結構，所以這個就叫做玄山頂。後面高級一些的屋頂就相對好找了，比如我們熟知的歇山頂，它的屋脊下垂的時候仿佛向下歇了一下，所以叫做歇山頂。因為屋脊中間變了方向，屋脊的數量分化成1根正脊、4根垂脊、4根腔脊，一共是9根，所以又叫做9脊頂。故宮是不能航拍的，只能用橫電冒充一下。故宮內此類的屋頂很多，比如西河門、中左門和中右門，這些全都是。因為它們的屋頂只有1層，所以確切描述的話，應該叫做單檐歇山頂。如果變成2層，那就是重檐歇山頂。我們所熟知的天安門就是此類配置，三大殿中間的保和殿也是這類的配置。如果站在側面看，你能看到它的側面有小三角形狀的裝飾，這個叫做山花。重檐歇山頂的配置是非常高的，它要麼用在皇家建築中，要麼用在高等級的寺廟道觀中，或皇家批准的少許其他建築可用，其餘人可就用不了了。然後我們來看一種更高級的屋頂，那就是五殿頂。它有4條垂脊，1條正脊，所以又叫做五脊頂。其中彎曲的屋脊一共有4條，彎曲的屋脊又被稱為阿，所以它又被稱為四阿殿。它和前面的歇山頂規律上是一樣的，單層的叫做單檐五殿頂。故宮太和殿兩側配殿的屋頂就是五殿頂，而太和殿本身的屋頂則是重檐五殿頂。這是中國古建築中最高級別的屋頂，沒有之一，甚至高於剛才的重檐歇山頂。至此，我們就已經看完了故宮的全部主流屋頂。其實我一直覺得，故宮文化從不是高高在上的，它可以藏在我們的日常裡，就像這些驚豔時光的屋頂，不必每次都得跑遍紫禁城才能看見。現在我們繼續遊覽故宮，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些不那麼主流的屋頂。如果所有的屋脊都向上匯聚一點的話，它們就共同攒起來了一個尖兒，這種屋頂叫做攒尖頂。三大殿中的中和殿就是此類屋頂，它是4角的屋頂，所以叫做4角攒尖頂。而後面御花園中的萬春亭，它下半區域是4面出抱煞，頂端仍然是攒尖頂，但這種就叫做圓形攒尖頂，屬於是攒尖頂中的不同分支。如果我們在故宮的御花園中間找到祈安殿的話，你就會發現它這個乍一看像是重檐五殿頂，實際上不對勁兒，因為它並沒有1根正脊，而是屋頂平平的。這種屋頂叫做鹿頂。這裡要補個不常見的視角，這樣能看清楚。因為它是2層的，所以叫做重檐鹿頂。既然它是重檐的，那毫無疑問的，它當然也是一個高配的水平。最後我們來看故宮後方的這些無名小房子，它們的屋頂是彎曲的，沒有1根明確的正脊，這樣的叫做捲棚頂。它可以和各種屋頂結合，形成捲棚硬山頂、捲棚歇山頂等分支造型。至此，我們就初步了解了故宮的幾大類屋頂。因為故宮的房子足夠多，面積足夠大，而且建築足夠密集，所以我們很適合結合此處的建築實物去了解各類屋頂。當你走遍故宮之後，你就能初步對中國古建築中的各類屋頂完成一個初步的了解。等你再去看其他古建築的時候，就不會那麼陌生，也不會出現抓瞎的情況了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工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